有缘的朋友，天命是等待你去发现的事物吗？可能许多人心中都有一个普遍的疑问：我该如何找到自己的天命？人的一生可以做很多事情，但首要之事是明白自己这辈子的使命是什么。如果一个人清楚自己这辈子的使命，那么他就会内心平静，即使面临困难和挑战，也会欣然接受，哪怕是遭遇挫折，也会心甘情愿地去体验，因为这是自己选择的道路，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呢？人最恐惧的是对自我认知的缺失，不确定自己所做的事情是否正确。大家好，这里是智慧人生，记得点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，与我们一起同修福慧。人生的使命是什么？这是每个人都在寻找的一个深刻问题。我们来到这个世界，带着各自的背景与经历，然而共同的点在于，每个人都拥有独特的使命。探讨人生的意义，我们不能不回归到自我本源。理解个人使命的第一步，就是要明确自己这一生的目的。许多人相信，上辈子的经历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今生的目标，甚至引导着我们在当下所做的选择。在这个复杂的世界中，了解自己的前世，虽然看似遥不可及，却是揭示今生使命的一种方式。这种思考不仅能帮助我们理解自己的性格和价值观，还能让我们意识到哪些事情是我们内心深处真正渴望的。想象一下，假如我们能够回忆起上辈子的经历，或许会发现某些习惯和兴趣并非偶然，而是从过去延续而来。这一切让我们在探索自身的过程中，具备了一种更深的理解和启示。然而，面对这样一个抽象而复杂的过程，许多人可能会感到迷茫与困惑。他们可能会问，如何才能找到与自己契合的使命？答案并不复杂，重要的是要勇于自我探索。回顾过去的经历，观察自身的变化，认真思考自己为何会在某些事情上感到热情与兴奋，这些都是寻找自我使命的重要线索。人们在一生中常常会经历许多选择和变化，也许在某个时刻，你突然发现自己在某个领域中感到格外充实，那种内心的满足感或许正是使命的召唤。与此同时，理解这一切的过程，也可能是一个不断摸索、反复确认的过程。正是这样的探索，让我们逐渐靠近自我，找到内心深处的渴望与追求。在这一过程中，保持开放的心态至关重要。生活中的每一次尝试，每一段经历，都有可能成为我们发现使命的契机。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，这些经历都为我们提供了反思和成长的机会。在不断的实践中，我们能够更清楚地认识到什么是真正让我们心动的事情，从而逐步清晰自己的生命轨迹。因此，人生的使命并不是一个固定的目标，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需要不断探索，不断调整，直到找到那个与自己灵魂共鸣的方向。只有当我们意识到这一点时，
才能真正踏上追寻天命的旅程，迎接生命中每一次新的挑战与机遇。然而，在探索自我使命的过程中，采用有效的方法尤为关键。首先，进行深度的自我反思是不可或缺的一步。可以通过写日记、绘画或其他创造性活动，将内心的感受与思考具体化。这种表达不仅帮助我们理清思路，也能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自己在不同经历中的情感反应和成长。反思可以是每日的练习，也可以是定期的总结，关键在于持续性和诚实。其次，寻找反馈也是一种有效的自我探索方法。与信任的朋友、家人或导师进行深入的交流，听取他们对你性格、行为和潜力的看法，能够为我们提供新的视角。他们的观察可能揭示我们自己未曾察觉的特质和兴趣，这些信息或许正是通向使命的线索。在这个过程中，重要的是要保持开放的心态，乐于接受不同的看法。此外，尝试新事物也是自我探索的关键。在生活中，勇于走出舒适区，去尝试那些你从未涉足的领域，比如学习一门新技能、参与志愿活动或是旅行，能够拓宽我们的视野，丰富我们的经验。这些经历不仅让我们感受到生活的多样性，也帮助我们发现哪些活动让我们感到充实与快乐。通过不同的体验，我们可以更加明确自己的兴趣和能力。最后，设定小目标并逐步实现也是探索自我的有效策略。在明确自己的兴趣之后，可以通过设定一些具体的小目标，逐步去实践和检验。例如，如果你对写作感兴趣，可以设定1个月写几篇短文的目标，通过不断实践来确认这是否是你真正热爱的事情。这种方式不仅能让我们在实践中积累经验，也能为我们的自信心和自我认知提供实质支持。自我探索是一个不断变化、充满挑战的过程，而这些方法为我们提供了更清晰的路径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关键是保持耐心和勇气，允许自己犯错和学习。只有通过不断的探索与实践，我们才能真正走向内心深处，发现那份属于自己的使命，从而在未来的旅程中坚定地向前迈进。所以，在探索自我使命的旅程中，智慧与业障的限制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重要因素。智慧代表了我们在生活经验中积累的理解与判断能力，它不仅仅是知识的积累，更是对自身与世界关系的深刻洞察。智慧的高度直接影响着我们做出的选择，决定着我们在探索过程中的方向和深度。如果一个人缺乏足够的智慧，他可能会在众多选择中迷失，难以分辨哪些是真正符合自我使命的道路。另一方面，业障则是一个人过去行为与选择所累积的负面影响。这些影响可能以各种形式显现，如心理障碍、消极情绪或对某些事物的畏惧。
业障往往让人难以看清自己内心的渴望，甚至在潜意识中阻碍我们追求真正的自我。当我们想要迈出重要一步时，内心的阻力和恐惧可能会让我们退缩，进而影响我们的决策与行动。理解智慧与业障之间的关系，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把握自我探索的过程。首先，提升智慧是一项持续的任务。我们可以通过阅读、学习、反思和交流来扩展自己的视野和理解力。这不仅包括学术知识，还应涵盖情感智慧和社会智慧，以便更全面地理解生活的复杂性。当我们的智慧水平提升时，便能更准确地判断自己的选择，从而为自己开辟出一条更清晰的道路。同时，面对业障的存在，我们需要勇于直视自己的内心，接受过往的经历，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，都是我们成长的一部分。通过自我反思和心理疏导，我们可以逐步识别和化解这些障碍，清理内心的负担。当我们能够放下过往的包袱，便能更轻松地面对当前的挑战，为自己腾出更多空间去探索和实现自我使命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建立支持性的社交网络也是至关重要的。身边的人可以在我们遇到困难时给予鼓励与建议，帮助我们克服内心的障碍。无论是朋友、家人还是专业的心理咨询师，他们的存在都能为我们的探索提供更大的动力。智慧与业障的相互作用提醒我们，个人成长与自我探索并不是一条直线，而是一段曲折而复杂的旅程。只有在智慧的引领下，勇于面对业障，我们才能真正走出限制，迎接生命中的无限可能。这一切都指向一个重要的真理：自我使命的发现与实现，往往需要在挑战与反思中不断推进，最终在智慧与勇气的交汇点上，找到那条真正属于自己的道路。于是，在面对自我使命的探索过程中，勇于尝试新事物是至关重要的一环。生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为我们提供了无数的机会去体验和学习，而这些体验往往成为我们自我发现的宝贵财富。当我们走出舒适区，尝试那些未知的领域时，往往会收获意想不到的领悟和成长。首先，探索新事物可以打破我们固有的思维模式。人们常常会因生活的惯性而变得墨守成规，陷入一成不变的日常中。然而，尝试新的活动、爱好或职业不仅能为生活增添色彩，还能挑战我们已有的信念和认知。当我们置身于新的环境和经历中，往往能够获得不同的视角，重新审视自己的兴趣和潜力。例如，一位长期从事办公室工作的专业人士，可能在参加一次户外探险活动后，发现自己对自然的热爱和与人协作的能力，这可能激发他在职业方向上的转变。其次，尝试也有助于我们培养韧性和适应能力。每一次新的尝试都可能伴随着失败和挑战，
这些经历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我们的性格。当我们在面对困难时，能够坚持下去并不断调整自己的策略，就会增强我们的自信心和应对能力。这种韧性不仅在职业上有助于我们迎接各种挑战，也在个人生活中给予我们更强的应对能力，使我们在面对不确定性时更加从容。此外，尝试新事物还为我们提供了建立人际关系的机会。通过参与不同的活动或社交场合，我们可以结识到志同道合的人，扩展自己的社交圈。这些新关系往往带来新的灵感和支持，让我们在自我探索的过程中不再孤单。与他人的交流和互动能够激发新的想法，甚至帮助我们重新审视自己的目标和追求。当然，尝试并不意味着盲目地追逐每一个新鲜事物，而是要有意识地选择那些与自己内心深处的渴望相符的体验。要学会倾听自己的内心，判断哪些事情真正引发我们的兴趣和热情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保持开放的心态至关重要。接受新的挑战和不确定性，能够让我们在探索的旅程中保持灵活性与适应性，最终引领我们更接近自我使命的核心。通过持续的探索与尝试，我们的内心世界逐渐丰富，生活的广度和深度也随之增加。每一个新的体验都像是在我们生命的画布上添加了一笔，逐渐描绘出更清晰的自我轮廓。当我们在这段旅程中不断前行时，便会发现，寻找自我使命不仅仅是一个目标，更是一个不断成长与演变的过程。在这一过程中，我们每一步的探索和尝试都在指引我们朝着那个更真实的自我迈进。但是，在自我探索和追寻生命使命的过程中，谨慎的重要性不容小觑。谨慎不仅是对外界信息的甄别，更是一种内心的智慧和对未来的深思熟虑。它使我们在面对各种选择时，能够更加清晰地了解自己的需求与期望，从而避免因冲动而做出不理智的决策。首先，谨慎帮助我们更好地保护自己的内心世界。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，许多外部因素都可能影响我们的判断与情绪。通过谨慎，我们能够筛选出那些真正对自己有益的信息，而不被无谓的噪音所干扰。这种自我保护的意识，使我们在情感上保持稳定，避免因外界的评价或舆论而迷失自我。无论是社交媒体的曝光，还是生活中的各种比较，谨慎都能提醒我们关注自己的内心感受，而非盲目迎合外界的期待。其次，谨慎还体现在我们对人际关系的处理上。在建立和维护人际关系时，选择性的分享个人信息是一种智慧。通过适时适度地披露内心的想法与情感，我们能够建立起信任与尊重的基础，而不是随意暴露自己的一切。这种选择性不仅有助于保护自己的隐私，也让我们能够更好地评估和理解他人的意图，从而在互动中
保持主动权。谨慎使我们在关系中更具深度，而不是表面的交往。在职业生涯的探索中，谨慎同样扮演着重要的角色。在做出重要职业决策时，比如选择工作、换行业或追求晋升，谨慎能够促使我们认真分析自己的兴趣、能力和市场需求。通过深入的思考与研究，我们能够做出更具前瞻性的选择，降低风险，增加成功的可能性。谨慎让我们在快速变化的职场中保持清醒，使我们能够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立足。此外，谨慎还关乎我们的自我成长。在不断尝试新事物的过程中，时刻保持一份谨慎的态度，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评估自己在每一次经历中的收获与教训。每一个决定和尝试都为我们提供了学习的机会，经过深思熟虑后，我们能更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优势与劣势。这种自我反思的过程使我们在成长的道路上不至于迷失方向，始终能朝着更真实的自我前进。谨慎不仅仅是一种防御机制，更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。它教会我们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如何保持内心的宁静和清晰。通过谨慎，我们能够更好地平衡风险与机会，理智地应对生活中的挑战。当我们在探索自我使命的旅途中，能够将谨慎与勇气结合起来时，我们便能在波澜壮阔的人生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坚定步伐，稳步向前。所以，在追寻自我使命和探索生命意义的过程中，成功的心态至关重要。这种心态不仅关乎成就本身，更深层次地影响着我们的思维方式、情感反应和行动选择。成功的心态使我们能够在逆境中保持积极，在挑战中发现机遇，从而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越走越远。首先，成功的心态源自于对目标的清晰认知。明确的目标不仅为我们的努力提供了方向，更能激励我们不断前行。成功的人士往往在设定目标时，不仅关注短期成果，还注重长期愿景。他们将目标分解为可实现的小步骤，每一步的完成都能带来成就感，从而增强自信心。这种自信心是推动他们继续努力的重要动力，使他们在面对挑战时依然能保持动力和专注。其次，成功的心态包含了对失败的积极态度。每个人在追求成功的过程中都会遭遇挫折与失败，而关键在于我们如何看待这些经历。成功的人往往把失败视为成长的机会，而非终点。当遭遇挫折时，他们会反思总结，寻找失败的原因，并以此为基础调整自己的策略。这样的心态使他们在面对困境时能够迅速重整旗鼓，继续前行，而不会因为一次失败而丧失信心。此外，成功的心态也体现在对自身能力的认可与尊重。了解自己的优势与劣势，善于发挥自己的长处，是成功的重要因素。
成功的人士通常会主动寻找那些与自己优势相匹配的机会，而不是一味地追求表面的成功。他们深知每个人都有独特的才华和潜力，找到适合自己的道路是实现个人价值的关键。这样的自我认识让他们在追求成功的过程中能更加坚定和自信。成功的心态还包括乐观的态度和强大的心理韧性。在复杂多变的生活中，保持乐观的心态不仅能帮助我们应对压力，还能提升我们的创造力与解决问题的能力。乐观的人往往能看到事物积极的一面，更愿意尝试新方法，迎接新的挑战。而心理韧性则使他们能够在面对困难时不轻易放弃，而是坚持努力，找到解决方案。这种韧性和乐观的结合，使他们在追求成功的道路上更具竞争力。最后，成功的心态也反映在对他人和社会的积极影响上。成功的人士通常愿意分享自己的经验与知识，帮助他人共同成长。他们认识到，个人的成功不仅仅是自我实现的结果，更是对周围人的影响与贡献。当我们心怀感恩，关注他人的成长时，这种心态反过来又会激励我们更加努力追求自己的目标。通过培养成功的心态，我们不仅能在追求自我使命的道路上更加坚定与清晰，还能在生活的每个方面找到成就感与满足感。这种心态使我们在面对挑战时保持乐观，让每一次尝试和探索都成为成长的契机。当我们将这种心态融入日常生活时，便能在生活的旅程中逐步实现自我价值，走向更加辉煌的未来。并且在追求个人使命与成功的旅程中，谨慎的实践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。它不仅是对自我探索过程中的一种警惕，更是对每一次选择与决策的深思熟虑。通过谨慎的实践，我们能够更好地应对生活中的复杂局面，为自己的发展铺平道路。首先，谨慎的实践体现在信息的筛选与处理上。在现代社会，信息如洪水般涌来，如何有效地识别和利用这些信息，是一项重要的技能。我们需要学会从众多的信息中提取对自己有益的部分，过滤掉那些无关紧要的噪音。这个过程中，深思熟虑的态度至关重要。当我们面对一个新的想法或机会时，花时间去研究它的可行性、潜在风险以及是否与自己的目标相符，可以帮助我们避免盲目的决策。通过谨慎的实践，我们不仅能做出明智的选择，更能在信息的海洋中保持清醒。其次，谨慎的实践还表现在人际交往中。在建立和维护关系时，懂得选择性地分享个人信息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们不必将所有的思想与感受都暴露给他人，而是要根据具体的情境和关系的深度，适时适度地披露自己的内心世界。这种谨慎不仅能保护我们的隐私，也让我们在与他人的互动中保持主动，防止不必要的误解和冲突。
在工作环境中，谨慎地处理与同事的关系，能够营造出一个积极的团队氛围，促进合作与理解。在职业发展方面，谨慎的实践意味着对机会的评估与选择。面对一个新职位或项目时，我们需要全面分析它对自己职业生涯的影响。考虑因素不仅包括职位本身的吸引力，还要评估其与自身长远目标的契合度。通过谨慎的实践，我们能够在职业生涯的关键时刻做出更加明智的决定，避免因一时冲动而影响自己的发展轨迹。此外，谨慎的实践也体现在对自身情绪和心理状态的管理上。在面对压力与挑战时，我们需要保持冷静，进行自我反思。通过定期的自我检查，我们可以识别出情绪波动的原因，并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。这种自我调节不仅能提升我们的情绪智商，还能让我们在紧张的环境中保持理智，做出更合理的判断。同时，谨慎的实践还包括对自我目标的定期评估与调整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们的生活经历和内心需求可能会发生变化，因此，定期回顾自己的目标，看看是否仍然符合自己的价值观与生活方式，是非常必要的。这种自我评估使我们能够灵活调整前进的方向，确保自己始终走在与内心深处一致的道路上。最后，谨慎的实践还要求我们学会在合适的时机保持沉默。并不是所有的想法与感受都需要及时表达，有时候保持一些神秘感反而能增强我们的影响力。在某些情况下，过早的表达或过度的分享可能会导致不必要的误解和压力。因此，学会在适当的时刻沉默，反而能让我们在关键时刻以更强大的姿态展现自我。通过谨慎的实践，我们不仅能在探索自我使命的过程中保持方向感与清晰度，还能在应对生活挑战时更加从容与自信。这种谨慎的态度促使我们在每一次选择中都更具深度与智慧，使得我们在不断前行的过程中能够更好地理解自己，理解他人，最终实现更加丰盈与圆满的人生。最终，在不断探索自我与追寻成功的旅程中，我们逐渐意识到，每一次选择，每一步行动都在塑造我们的未来。谨慎的实践不仅为我们提供了思考的空间，更为我们的成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正是这种对信息的筛选、人际关系的管理、自我情绪的调节以及目标的评估，使得我们在生活的复杂性中保持了一种独特的平衡与智慧。通过保持谨慎，我们能够在喧嚣的世界中找到内心的宁静与方向。在面对挑战与机遇时，谨慎不仅是一种策略，更是一种心态，它使我们能够从容应对，深思熟虑。我们明白，成功并非一蹴而就，而是需要在反复的尝试与自我反省中不断积累的结果。未来的道路充满未知，但只要我们坚持以谨慎为指导，始终关注内心的声音，
努力在行动中践行我们的使命，我们就能逐步接近理想的自我。每一次的尝试，每一次的反思，都是在为我们未来的成功铺路。最终，我们不仅是在追寻个人的目标，更是在探索生命的深层意义，发现自己与世界的更深连接。在这个过程中，谨慎将成为我们最宝贵的伙伴，引导我们走向更加丰富与圆满的生活。感谢你看到最后，回复一句三阳开泰，祝愿你阳气永驻，与光明相伴。如果今天的分享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屏幕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建立连接，随喜转发，功德无量。